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愛荷華州有一個叫做 North Liberty 嘅地方，佢坐落喺愛荷華城同埋 Cedar Rapids 之間。呢度以其友好嘅社區氛圍同埋便利嘅地理位置而聞名。1999年，一名年輕男子喺屋企度遇害，佢嘅愛犬成為咗唯一嘅目擊證人，最後仲協助警方拉到咗殺害主人嘅兇手。而家就等我哋先返到1999年，睇下當年到底發生咗乜嘢事。本案嘅主角叫做 John， 於1970年11月12號喺愛荷華城出世。John 一直以嚟都過住深居簡出嘅生活，所以一頭半個月冇收到佢嘅消息亦都唔出奇。雖然佢有時亦都會同朋友出去，但係佢更加願意將時間花喺佢嘅愛好上邊。John 係槍械發燒友，佢中意收集唔同嘅槍械，亦都中意改槍，並將收藏品放喺屋企度展示。1999年2月，John 已經2個幾月冇聯絡過媽媽啦。媽媽打咗好多個電話俾佢，但係就一直都冇人接聽。媽媽擔心佢出事，所以就打咗報警電話，希望警方可以去到 John 嘅屋企度睇下。警方嚟到咗 John 嘅拖車房屋，發現 John 架貨 van 仲停咗喺車道上。佢哋敲咗門，但係就一直都冇得到回應。屋入邊仲傳嚟咗一陣腐臭味，於是佢哋決定破門而入。一打開道門，就發現28歲嘅 John 身上冚住張氈，側瞓喺梳化度，已經冇咗生命跡象。佢嘅後腦有2處槍傷，兇器應該係一支.22口徑嘅手槍。現場冇被強行進入嘅跡象，亦都冇打鬥嘅痕跡，所有嘅門窗都鎖住咗。相信 John 係喺梳化度睇電視嘅時候瞓着咗，再俾人從後開槍射殺。兇手離開之前仲將門窗鎖好，唔俾其他人輕易咁進入間屋。另外，警方亦都喺屋入邊發現咗少量嘅大麻同埋一啲吸毒用具。John 嘅槍械收藏品全部都唔見咗，包括嗰支佢視如珍寶嘅訂製黃金.45手槍。John 有一隻3歲嘅愛犬 Keisha， 佢好錫 Keisha， 將佢當咗係自己個女。佢哋嘅感情非常好， John 去邊度都會帶住 Keisha， 但係 Keisha 而家亦都唔見咗。警方認為 Keisha 好有可能目睹咗成個案發經過，而佢嘅身上可能會有重要嘅線索。呢個時候，警方喺報紙上睇到咗一條廣告，有人喺上個月喺條街度發現咗一隻同 Keisha 特徵相似嘅 Husky。警方帶住 John 嘅父母嚟到咗登報人嘅屋企，確認咗嗰隻 Husky 就係 Keisha。登報人表示，佢發現 Keisha 嘅時候，佢正喺街邊度遊蕩，睇起嚟十分迷茫。雖然當晚落過雨，地下又濕又污糟，但係 Keisha 就好乾淨。根據 John 屋企人嘅講法， Keisha 條狗繩一直以嚟都係放喺大門旁邊噶，但係而家條狗繩就出現喺 John 嘅貨 van 入邊。警方相信兇手係利用 John 架貨 van 將 Keisha 載到條街度放走，而 Keisha 願意跟佢離開，睇起嚟應該係熟人作案。由於 John 嘅遺體已經開始腐爛，所以法醫亦都冇辦法俾出一個確切嘅死亡時間。Keisha 係喺1月22號俾人發現噶，而 John 嘅答錄機亦都有好多條留言，最早一條未聽嘅留言亦都係喺1月22號留低噶，所以警方認為 John 應該係喺呢一日遇害噶。警方調查咗 John 身邊嘅人，包括佢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初步鎖定咗3個嫌疑人 ：Mike、Andrew 同埋 Sharon。佢哋3個都係 John 嘅朋友。有目擊者稱，佢喺案發當晚見到 Mike 架車停咗喺 John 嘅屋企附近，不過 Mike 有不在場證據，佢亦都成功通過咗測謊。Andrew 同 Sharon 係一對情侶，佢哋居住喺1600幾公里外嘅 Wyoming。有目擊者稱，佢喺1月18號嘅時候見到 Andrew 進入咗 John 間屋。Andrew 承認自己的確喺當日見過 John， 不過當佢離開嘅時候 John 仲係好地地噶。之後警方搜查咗 Andrew 同埋 Sharon 嘅屋企，並喺入邊揾到咗一啲大麻、冰毒同埋幾粒.22口徑嘅子彈。經過檢測之後，呢啲子彈同 John 體內嘅子彈並唔係同一個批次噶。跟住警方發現 Andrew 嘅車窗有一啲污漬，睇起嚟好似係動物個鼻貼住車窗留低嘅痕跡。
咁呢個鼻印會唔會係 Keisha 留低嘅呢？狗狗嘅鼻印同人嘅指紋一樣，都係獨一無二噶。於是鑑證人員提取咗 Keisha 嘅鼻印，打算進行比對。可惜因為車窗上嘅痕跡唔夠清晰，所以冇辦法進行有效嘅比對。深入調查之後，警方得知 Andrew 一直都痴迷於黑手黨文化，仲夢想要成為黑手黨黨員。喺日常生活中， Andrew 俾人嘅印象就係一個冷酷無情嘅硬漢。佢嘅脾氣暴躁，經常都會對女朋友 Sharon 講一啲好難聽嘅說話，有時仲會家暴佢。睇到呢度之後，警方懷疑 Andrew 一定同案件有關，但係佢哋嘅手上並冇任何實質嘅證據。於是佢哋決定由 Sharon 開始入手調查。背景調查顯示 Sharon 一直喺唔同嘅地方買槍，並將呢啲槍交咗俾 Andrew， 有啲仲送咗俾 John。呢啲行為都違反咗聯邦嘅槍支管理法。跟住警方就以呢項違規行為揾嚟咗 Sharon 問話。經過談判之後， Sharon 決定開口，將自己知道嘅嘢都講出嚟。Sharon 表示佢喺案發嘅幾日之前喺懷俄明揸車載住 Andrew 嚟到咗 John 嘅屋企。Andrew 落車之後，佢就去到咗1個鐘頭車程以外嘅地方探望同前夫所生嘅女。幾日之後，Andrew 揸住 John 架貨 van 嚟揾佢，並將車上啲槍同埋子彈都搬到咗自己架車度。然後佢哋將 John 架車揸返 John 嘅屋企，跟住就一齊返懷俄明啦。Sharon 喺成段旅程都冇見到 John， 而 Andrew 亦都冇同佢講過任何嘢。第二日清晨4點，Andrew 就帶住嗰啲槍同埋子彈獨自去到咗德州，並喺嗰度留咗3個禮拜。警方喺德州揾到咗2個當時同 Andrew 一齊嘅朋友。第一個朋友表示 Andrew 因為爭咗佢一啲毒品數，所以就俾咗佢一支黃金.45手槍嚟到抵債。不過佢轉頭就將支槍埋咗，佢亦都唔知道支槍而家喺邊個嘅手上。第二個朋友就表示 Andrew 買咗一箱子彈俾佢，而呢箱子彈而家仲喺佢嘅屋企度。警方喺箱入邊揾到咗幾條黑白相間嘅毛髮，經過檢測之後證實呢啲都係動物嘅毛髮，可惜上邊並冇髮根，所以冇辦法進行 DNA 比對。不過專家可以喺毛髮度提取線粒體 DNA， 線粒體 DNA 主要係遺傳自媽媽。雖然佢唔似血液、唾液或者係帶髮根嘅毛髮咁樣有住獨一無二嘅序列，不過只要有一個參照對象，就可以證明呢啲毛髮係咪屬於呢個參照對象。於是專家提取咗 Keisha 嘅毛髮進行比對。經過檢測之後，專家發現2組毛髮都有一種極為罕見嘅單體型基因，每300隻狗當中只有1隻狗帶有呢種基因，所以專家基本可以確定子彈箱入邊嘅毛髮係屬於 Keisha 噶，亦即係話呢箱子彈係屬於 John 噶。呢個時候，嗰個同意俾 Andrew 用槍抵債嘅男人聯絡咗警方。佢表示雖然佢已經將支槍轉咗手，但係佢仲保留住個槍盒，並喺入邊揾到咗一張手寫嘅字條，上邊列出咗改裝支槍嘅零件同埋價錢。之後警方揾嚟咗筆跡專家進行鑑定，證實寫呢張字條嘅人就係 John， 亦即係話 Andrew 用嚟抵債嘅手槍就係 John 訂製嘅嗰支槍。有咗呢啲證據之後，警方即刻就逮捕咗 Andrew。喺審訊室， Andrew 一直保持沉默，唔願意回答警方嘅問題。警方推斷 Andrew 當時爭咗好多錢，佢知道 John 收藏咗好多槍械，所以就決定向佢落手。案發前幾日 Sharon 喺 John 嘅屋企度放低咗 Andrew， 之後就去咗探望個女。案發當晚 John 瞓喺梳化度睇電視，唔小心瞓着咗。呢個時候Andrew 乘機對 John 嘅後腦開咗2槍。Keisha 聽到槍聲之後不停咁吠，所以 Andrew 就將 Keisha 牽咗上車，將佢車到陌生嘅街道放走。之後佢返去將所有嘅槍械同埋子彈都搬咗上車，跟住再揸車去揾 Sharon。完成轉移之後，佢將 John 架車揸返 John 嘅屋企，再同 Sharon 一齊返懷俄明。喺案件開審嘅前一日，Andrew 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承認自己為咗錢而殺害 John。據稱 Andrew 同 John 都係彼此最好嘅朋友，而
而 Andrew 竟然可以為咗錢而對好朋友狠下毒手，令人感到非常心寒。法官量刑嘅時候，Andrew 睇起嚟毫無悔意，亦都冇同 John 嘅屋企人道歉。最終 Andrew 因為一級搶劫同埋故意誤殺罪獲刑35年。至於 Sharon， 因為佢同警方合作，令警方成功破案。作為交換條件，佢只會被起訴持有毒品罪，並被判入中途宿舍6個月，緩刑2年半。